大家早上好，腊八节快乐！腊八节快乐！可以先准备好咱们相应。22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是倒数的第二天，刚好是我们的腊八节，是吧？祝大家节日快乐，是吧？记得喝腊八粥。
嘞，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们要画的这张案例呢，其实没有名字，其实没有名字啊，我们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儿，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熟悉了哈，江山无处不成云。因为这个作者啊，他的画作呢，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哈。画这种云烟瀑布是吧？高山流水是他特别拿手或者擅长的这个内容。作者呢是黄君璧。那么这样的一张画面呢，清新秀丽，而且呢生趣风貌的这个云水瀑布的景象。之前我们画过南美洲的红叶，对吧？还有南美的伊索菲瀑。那么今天我们就跟着这张作品呢，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作者从南非归来之后所表达的一种景象。那作者一生呢，我们说游历了世界的大好的美好风光，我们呢可以通过他的笔下一起去感受，好吧？那么这张画左上角啊，写了一首诗，叫凉凉流水下千寻，出游浮云岂有心。纵使诗人题不尽，江山无处不成云啊。所以我们呢就取了他这首词的这个末尾这一句来作为我们案例的这个标题，好吗？这张画呢是他从南非归来之后做来赠送给他的一个朋友的啊，在他这个案例上方已经提到了。好，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大家做好全的准备。那么这张画啊，蜿蜒曲折的河流是吧？高山流水的瀑布，以及是吧？心到水穷处的云烟升腾的景象，都是我们今天刻画的一个重点。当然这张画我们尽量在12点之前把它搞定。当然这张画啊，它没有之前画的那张案例那么多的细节，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的来跟画哈。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画完，不会拖太久，好吧？来，我们现在呢就要调转镜头了哈，好嘞，各位小伙伴，能够看到我的双手的，来敲2个数字5，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啊，左手的5个手指头，右手的5个手指头啊，都露出来。好嘞，好，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工具哈。今天我们会用到的工具，比如说尖毫，对吧？这个其实是用来染色的哈。或者说用咱们的白云笔，至少两支，用白云也好，或者尖毫也好，来染咱们这个画面的颜色。这个颜色呢是浅浆的着色，比较简单。然后同样，我们还是需要拿出我们的这个狼毫的小柱的狼毫，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画中啊，可能会用到，比如说，这张画其实没有太多细节，可以不用这些太小的，比如说小红毛之类的。直接就用这个笔画就行。如果你手上有，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如果你手上有咱们的小青花，对吧？大小适中，我们在画这个松针的时候啊，还是可以用到的，对不对？好，然后当然你如果多一支尖毫或者多一支狼毫，稍微大一点的笔，对吧？我们一会儿来这个皴擦这个云雾呢，那就更方便了，对不对？就省了大家来回的去洗笔，好不好？好，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还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好不好？加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你都可以来得到相应的提醒，跟着我们的直播一起走。当然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呢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一次直播时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清单以及高清的案例图，好吧？好，接下来我们呢就倒上墨汁，开始要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啊，是吧？就几滴墨，一会儿不够我们再来添加都行的哈。好，工具大概给大家介绍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是吧？拿出小号的咱们小柱的这个狼毫，现在这个笔洗里边先把它浸湿，对不对？最基础的操作方法，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多余的水分刮一刮，稍微的刮一刮，把毛笔呢稍微的放平一点。笔尖用咱们毛笔的笔尖蘸取浓重的墨色
蘸取浓重的墨色。我们呢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哈，拿个干净的碟子来调和，是吧？来调和一下。来调和的作用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我们是要来调和它更多的墨色的层次的。我们说墨分五色，是吧？焦浓重淡轻，至少你不用管它几个层次，你至少画出就是说浓淡的变化来。所以我们刚开始一般在画的时候都是什么？要有浓有淡啊。我们先来在这个画面当中哈，大致至少我们用的这个墨色它不是焦墨，你看这个明显很黑，而这个呢调和了之后它都就要发灰一些，是不是？要灰一些了。好，把多余的水分刮一刮啊，刮一刮，拿出我们的试笔的纸，尤其是初学的小伙伴哈，看好了，把咱们的这个试笔纸拿出来啊，吸一吸毛笔的笔肚，吸毛笔笔肚最粗的地方，把毛笔放倒一些。这个时候把多余的水分控制。好，我们就要开始动手了哈。调色、调和墨色的层次以及控水，咱们都给大家讲到了啊。好，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控制你笔里的水分和它的墨色层次。来，在咱们这个整个画面纸张上方找到它的横竖中心点，我们左侧是不是给大家加了一个参考线啊？加了一个参考线。好，通过这个参考线确定一个中心点，是不是？通过这个点，其实大概大家都清楚，有个十字线来分割了咱们的画面。分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表达的时候啊，面积越小，咱们是不是越口控，越更好的去找准它的位置啊，对吧？好，来，我们把它给压住啊，给压住。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好，这个点找出来了吧？好，你要实在不知道是吧？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尺子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在勾勒的时候，当我们点这个中心点，墨色不用特别的突出哈。点的那个点，墨色不用特别突出啊，因为一会儿那个地方啊，并不需要画特别重的墨色。来，我们推进一点镜头，我们要从整个画面的下方右下角开始画起啊。来，我们要动手了哈。画山水5大步骤，对不对？第一步是什么？5大步骤第一步是什么？好，最高点啊，这个中心点确定出来之后，我们来确定最底部的最底部中心线上，竖着中心线上这撮岩石的最高的点，它大约位于整个底部一半是吧？一半偏下是吧？2指左右啊，2指到3指左右。中心点到纸张边缘一半靠下2到3指，这就是最底部的那撮岩石的最高点，好吧？好，这个确定了哈，确定好了之后，然后接下来咱呢就要开始来勾勒它的这个勾勒这个什么轮廓啦，勾勒它的轮廓了。好，从上往下是吧？稍微越过一点点，竖着中心线啊。画山水5大步骤，第一步是不是勾勒颜色轮廓啊？好，第一块岩石大约画了咱们今天像教小朋友一样是吧？拿个东西来比着来好，参考着来啊。是吧？它有一个第一步勾勒颜色轮廓啊，尽量使用中锋是吧？尽量使用中锋的感觉啊，多交叠一层。是的，好，第一块勾了出来，然后我把后方这块大的是吧？啊，你看到没？今天我们画的这个线条，它就不像昨天、前天画的那么的精细了哈，它甚至于要铺开一点点来画，甚至于线条画成这个块儿的感觉是吧？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画更加偏写一点作品的时候啊，它需要灵活的地方。需要灵活一点的地方，然后再往它右侧，是吧？好，大概其实也是一个梯形的一个造型，
然后为了让这个岩石看起来厚重一些，然后在它的这个后方啊，在它的这个侧方的位置啊，再叠加一层，是吧？叠加一层，包括啊中间是吧？你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小的结构。当然，你看从上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轮廓它是由浓重到越来越淡的一个过程，对吧？嗯。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处的这块石头啊。画的时候，你看用笔，虽然我们说要敦厚一点儿，是吧？你画的，当然你要画这么粗的线条，也不可能完全是中锋，它是中侧锋更多一点点，是吧？中侧锋更多一点点。老师好，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在咱们的回放里边嘛。这个小伙伴，那节课呢有点不凑巧，咱们画了3节，对不对？画了3节。然后偏偏中间第2节忘了录制，所以只有第1节和第3节，所以就没有传到回放那边啊，给大家说声抱歉。看来你应该比较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啊。好，然后我们再从这一侧走，后面我们还会画到青绿山水的，比如说山顶部分是吧？山顶部分，我们把这个顶部那一侧。顶部那一层呢，给它点剁出来啊，点剁出来一个墨块对吧？一个墨块然后结合这个墨块呢，咱们可以给它过渡，对不对？以后咱们可以再录制啊，再录制。喜欢青绿对吧？咱们现在还没有画到青绿的，更多以浅浆为主。就传出来吧，自己脑补第2节，你们需要吗？啊，如果需要我把那个上传第1节和第3节的话，那我就上传啊，需要啊，因为缺了中间那节，你说我这个脑子哈，一天，好，这个边角啊，再来，可以稍微的老师，你不是说勾完了是吧？村吗？还没村呢，你就开始点了，对吧？啊，然后把这个左上角是吧？把咱们的左上角点上一些小的这种墨块墨点啊，然后让这个画看起来丰茂一点点。然后呢，再往右侧走，是吧？我们的稍微的。是在它边角，你都可以丰富一点点，抬点。好，这个时候都我们可以画的灵活一点点，对不对？灵活一点。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淡淡的墨啊，来一点淡淡的墨。今天开了，好，在前后根据我们的结构线交叠的结构线，对吧？好，我们呢又开始给它有一些皴擦，是吧？让这个岩石多一些厚重。是吧？多一点厚重和苍茫的感觉，多一点厚重和苍茫的感觉。然后在它的左侧，是吧？我们稍微的来给它交叠啊，去皴一皴，是吧？在前后交叠。被遮挡的地方是吧？由浓到淡啊，抬头，大家抬头啊！尤其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啊皴擦的小伙伴，抬头啦啊！从咱们前面这根结构线啊，被遮挡的地方往后面这个结构线由浓到淡的去给它过渡，后面这个结构线其实也是一样，从前往后给它过渡一下，然后这一侧也是给它皴擦出来。啊，我这上传了之后，你不知道，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来问啊，怎么没有第2节了？啊，到时候我又得解释一波，是吧？好，在这个大概的接近纸张的边缘1指左右，对吧？我们可以稍微的擦一下。
好，这张画你看画起来，是不是就要轻松很多？好，把村过的这种笔触，是吧？用我们的柔笔或擦笔给它融合一下。好嘞，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直播间哈。好，没有画画是吧？正在摸鱼的，点赞点赞啊！我们可以这个什么，做做广播体操啊，指尖的广播体操，也不用太累，也不用太累，自己补画第2节。好，这上传上去那就不一样了，一会儿你就知道，那我在课后得收到多少条大家的咨询。好，我们来一点点淡墨哈，把之前这种枯涩啊，这种笔给它这个融合起来，融合起来。老师，你的画拍卖吗？咱们这习作是吧？大家伙也喜欢吗？好，你看用淡墨是吧，在刚刚那种枯涩的位置上，是不是一染一擦，是吧？它就会更加的平整。它没有再把底部的整个边缘，没有把整个纸张的底部的边缘给它，这个什么完全接到纸张的底部去，对不对？这个呢，咱们是有注意到的。点了100个赞，感谢感谢。好，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石头啊，第一块石头，就一个小山包啊，就一个小山包。好，在这一侧来，然后呢，再往右侧走啊，再往右侧走。好嘞，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墨色哈，再用咱们的墨色，在我们横着的中心线以下，找到横着中心线哈，我们在纸张的边缘，从上往下大约2到3个手指，是吧？2到3个手指。今天专门来点赞的对吧？今天马上周5了，生活要最美好的期待的时候也到了哈，双休等着你呢。来，我们从上往下啊，从上往下，我们把这个斜坡面积呢给它带出来啊，这是我们大致勾勒了一下右上左下的这个岩石的造型，岩石的造型是吧？稍微的给它带出来啊，比如说在它交叠的位置，比如说在这一侧。再来一层，是吧？好，在它们的这个相互交叠的这些细节的地方，是吧？你还可以来一点儿，还可以来一点儿层次。每次画完直接放小黄车里边，对吧？好嘞，好嘞。好，然后我们呢再来把咱的这个岩石的造型，是吧？从上往下，从上往下，然后在这个左侧的边角，是吧？左侧的这个边角就带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岩石画的可能比较高了，因为我这个倾斜着看，你看这个都画到横着中心线上啊，这个呢也不影响啊，也不影响。好，这个咱们就把这块岩石的画的高就高点儿。好，在它后方啊，我们再来一层倾斜的这些斜坡，是吧？倾斜的这个斜坡。我们现在就画的就是这一处岩石的这一处岩石，是吧？它的这种轮廓和造型。好，在它们前后交叠的位置，好，
一寸，去区分一下，其实就是用重墨去区分一下它们交叠的地方。然后再往下方走，我们在这个底部，是不是在交叠的位置上给它皴擦一下？皴擦出来之后，再用淡一点的墨色，是吧？往右上角去衔接，往右上角衔接底部，是吧？稍微的把之前皴过的这些笔触呢融合。好，你看今天咱们才花20分钟，是吧？10多分钟，你看看这张画，1/3咱们都画完了。啊，这个案例是不是画起来就比昨天我们画那种工系的画要轻松很多？你看这个画呢，它不会讲究某一笔某一画，它注重整体的这种墨色的这种感觉整体的这墨色的感觉。手上的笔是几号链接我瞄一眼，这个是咱们的第4号链接，这样用笔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生猛，是不是？会觉得我这个笔拿回来还没怎么用呢，就被这么揉出2下就没风了，是吧？也很正常。新梅说今天画不了了，是吧？只能点赞，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一形事儿。好，在它的这个画面的底部，左下角继续。上午好，画这张案例是不是会更加的轻松是不是所以要带大家临摹古画的话，古画其实要累一些因为它细节多呀。那些每一笔，它不是像这样去揉搓的去塑造，而是通过这种是吧，用笔用墨的那个法度，是吧，很强调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下方是吧，这个画擦的比较多侧锋是吧，侧锋淡墨就是笔尖位于整个笔触的边角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什么一些工作前面的对比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一些过渡，对不对？这么大块留白，咱不可能让它完全的这样流出来，对不对？要给它稍微添加一些笔触，丰富起来。好嘞。好，底部是吧，给它皴擦出来。是吧？好，这个时候画面的墨色浓淡适宜，而且非常的松动，是吧？好，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往里边去给它点。这什么皴法？这种画法它不像我们这个传统的绘画一样，我们说要用斧劈、用折带、用荷叶，它是一种很活络的，是吧？一种线条，很活络的线条。你主要掌握的，来，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对吧？我们在画一块这个岩石的时候，我们勾勒这么一层它的轮廓，然后根据它的后方，比如说再交叠一层，然后比如说后方再来一块大的岩石，是不是或者大的一层层的结构，我们只是通过是吧？根据它的结构的方向，我们去皴擦一些笔触。这些笔触呢，它有的可能呢是比如说线条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擦的呢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笔触，只能说是根据这个结构线去行笔，是吧？一般皴的墨色比咱们轮廓线淡一点，
相对淡一点。好，我们推圆啊，推圆。好，好嘞，这是我们画的底部这一块儿。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画的肯定我们觉得还不够饱满，我们还可以往里边进一步的去添加一些细节，比如再勾了几层。从那时候感觉在按摩，对吧？嘿，这种行笔的感觉呢，要去感受感受啊，要去感受感受。好，我们来一点淡墨，在边角啊，给它点一点。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吧？当然，皴法它作为我们说，不管是皴法也好，还是书法呀，怎么这些绘画的步骤，我们说都是一个必须去练习的一个锤炼的一个过程，是吧？只有更严谨的这种绘画的方式的表达的方式啊，也这个塑造过，你可能才能更好的，是吧？张弛有度的，能够握紧拳头又能张开的，是吧？去塑造咱们的画。好嘞，然后我们在边角，是吧？在这种边角的位置，好，在这种边角的位置呢，我们给它适当的。是吧？适当的再点上一些点，是吧？也适当的再塑造一些点，让咱们皴的这个笔触，皴过的地方，它看起来呢要有一些，这个活络的点，像杂草也好，也可以说是像苔点。好，然后我们呢再来，不能散乱哈，它不能散乱了，它一定是要兼顾一定的疏密的节奏。疏密我们就说过哈，也就是数量上的多与少。比如说这块儿多一些，其他地方相对的可以，比如说少一点儿，可以少一点儿。啊，今天的网络应该是没有卡的啊。昨天咱们把技术老师拉过来折腾了好久啊，才这个正常的保证。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边角，好，给它点一点，点一点。好，在咱们的左侧左下角啊，来一点，我们的小树。好，我们来勾勒一点点小树。啊，从上往下，是吧？来勾勒一点小树，然后呢，再来，一根两根的都可以。好，这张画的细节不在这一块，在远处你们可以看得到，是吧？所以画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大概把这个树给勾勒出来，是吧？勾勒几根，就可以，勾勒几根就可以了。这个呢，大家可以灵活的安排。好，点这个叶片啊，看好了啊，啊，你看，我们就直接一笔揉戳过去，像个棒棒糖一样。棒棒糖吃过吧？好，就一个墨块儿，但这个墨块儿呢，它其实里边呢有浓有淡，而且用笔呢非常的恣意，是吧？啊，这是一种生趣啊，这是一种呢用笔的一种高度的自由，是吧？哎，有的小伙伴说，你就涂一个墨块儿，跟我说这么多你画多了，你就自己会感受到的，就不需要我说了，是吧？事实胜个雄辩。来，我们再来一点点啊，再来点儿左侧。我们这个点画完啊，这个墨块画完，
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去这个什么，同样再去点一些点，点一些点。啊，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的一些画家啊，你就觉得他太不严肃了，是吧？寥寥几笔就画出一张画来了啊，这是画吗？是吧？啊，你会怀疑，哎，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是吧？你自己画的那个感受了，你就你就你就懂了。当然，这种画法呢，我们说是允许的，值不值得赞美，或者说称赞，对吧？啊，那又另当别论，因为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大家可能认可呢，他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点介字点啊，再来点介字点。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刚刚点的这个点是吧，就一团虚的啊，不知道内部的细节，我们可以在边角大差不差的是吧，来一点介字点的边缘。来点介字点的边缘是吧？再把这个边缘呢处理处理，然后左边是吧也是一样，好，给它点上一些啊，点上一些。好，整个画的底部是不是咱们就快给它画出来了？我们这慢慢悠悠的，这个画的内容呢也不特别多，是吧？这个大家今天跟起来要轻松一点了吧？跟上了没有啊？跟上了还不敲个数字6啊？敲个数字6，鼓励鼓励自己啊！一会儿啊，咱们11点给大家发个福袋，好不好？大家伙儿最近跟课跟的挺累的啊，画了一张大画，是吧？应该是得到了升华的，得到了升华，但是也要鼓励一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画这张画是吧？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呢，咱可以给大家慢慢悠悠的来，慢慢悠悠的来，对吧？好，都画出来了是吧？都画出来了，好嘞，好嘞。眼睛跟上了是吧？眼睛跟上也是跟上啊，也是跟上啊。课后你也得再去画一画呀。来，我们呢在这个它的这一侧，是吧？又是这个大的转折的这个斜坡的位置上，大的转折这个斜坡的位置上啊，我们再来一些不经意的笔点，对吧？是吧？这个时候画儿，我们说点线面的方式去塑造咱们的画面，哎，这个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主要是看咱们直播，看一看是吧？下课后看回放画啊，这看回放画，好，这个也是很好的，有自己的学习的方式是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变异形式。但我们的回放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啊，各位小伙伴，永久的观看权限，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影响，是吧？哪里不会点哪里啊，哪里不会点哪里都可以啊。好嘞。然后在这个山坡上是吧？不管咱们岩石画的高与矮，咱们也要给它点上一簇簇的小草，重墨不要太多是吧？淡墨要多一点点。嘴瓢了是吧？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啊，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好，我们在这个山顶啊，这个我们在攀岩这个山峰画一张画，是不是就在像是攀岩一座山峰一样？刚开始是吧？大家觉得好费劲儿，半天呢看不到美丽的风景啊，你就爬上去了，哎，你才能看得到。要有点耐心哈，要有点耐心。好，比如说从上往下，我们呢再来点上一些点。保持一丢丢耐心，一会儿你将收获一张
美丽的风景，是吧？但也不要气馁啊，咱们反正会画是吧？我们说画好了就是一张画，画不好就是一张纸嘛，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啊。也要敢于去下笔，也要敢于去尝试啊，去敢于去尝试，即便是画错了，你都会收获经验的哈。只有你敢于尝试，你才会比较快的去进步。绘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只有我们说画了之后，你才会知道有这个画面落在纸张上，你才知道，哎，哪儿我掌握了，是吧？哪儿我还有一些不足。你总是眼睛看是吧？永远不动手，感觉哎呀，老师讲的太慢了是吧？画的太简单了啊，感觉没什么。自己动手的时候呢，就是两回事了哈。好嘞，是的，有咱们的回放，回放呢在咱们的1号链接，小黄车的1号链接里边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呢，欢迎去选购，欢迎去选购。现在我们还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同时我们是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再加几十节咱们的这个基础的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是吧？这是小200节课呢，是吧？小200节课呢，平均下来一节课，你可以自己算得出来，是吧？1块多钱，1块多钱，永久观看啊，永久观看。来，我们再来啊，在我们的画这个课程当中的案例呢，是吧？我们说有现代的，也有传统的。来，我们从这个树啊，这个时候我们画树就不要画太高了哈。这2棵树最高的点也没有超过，就是中心点嘛，也没超过横着的中心线。那我们在画这个左侧这一块的时候啊，这个是左侧左上是吧？左上啊，右下，线条啊可以敦厚一些啊，敦厚一些。当然我们在转折的时候还是要方硬一点哈，方硬一点。好，从咱们这一侧稍微的出一些枝是吧？哎，出枝有什么特点？肯定要比我们的这个主干要细一点嘛。这肯定能理解了是吧？你生活当中看到的树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大部分都是树梢它要细，是不是？树干它要粗一点儿。勾刻之后，咱们现在直接在抖音上就可以看了哈，在抖音上就可以直接看，在抖音上大家就是在抖音的首页搜索抖音课堂，然后你就点进去，你就可以看了，然后以后都在自己的主页，它把它固定到你的主页，就是你比如说你平常发完作品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就可以以后在那儿就可以看课了，就不需要再下载学浪 APP 了。好，如果已经下载的是吧？那你就直接用它看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是吧？2个方式你都可以看啊，2个方式都可以看。好，今天画的这种树是非常轻松的，是吧？非常轻松的啊。我们这种就是单钩，你把大概的一个树的一个姿态画出来就行。好，这个枝你看已经越过了树轴的中心线了，对吧？啊，越过了树轴中心线了。好，我们开始来点它的叶片啊，点它的叶片。我们可以用咱们的小青花啊，小青花的这个笔。小青花在哪儿去了？好，这个小青花对不对啊？也在我们屏幕的小黄车的第3号链接啊，小黄车的第3号链接啊。这个呢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笔，我们来开始用比较浓重的墨色啊，记住浓重的墨色啊。这张画最浓重的地方在哪儿？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咱们屏幕下方的这棵树，是不是？好，我们来画这个松针。这个松针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啊？是不是扇形啊？啊，像一把扇子一样。好，它根据咱们的这个出枝的一个方向，我们呢去给它叠加。上岁数的人啊，我们这种画是吧，老少皆宜啊。
你只要喜欢都可以，是吧？都可以，不是用年龄来区分，是吧？只要你自己觉得，哎，绘画是一种你喜欢的方式，喜欢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生活的乐趣呀，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曾经是吧？哎呀，我们呢有学员是吧，80多岁是吧，都跟着我们去画的，还有呢7岁的小伙伴也有跟着我一起学习画画的。所以这个主要是看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的爱好啊，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是吧？啊，有的小伙伴说：“哎呀，我这个手抖是吧？我这个年龄大了，能画吗？你多抖一抖啊，才有意思呢。腿都可以抖起来啊，不用担心。对，用的是卡纸，用的是卡纸。好，下方再来。好，再来进一步的给它丰富啊。这树冠不要画的太平啊，或太散，要有一定的焦点。今天腊八节对吧？啊，今天腊八节，传说呢也是吧？佛家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是吧？睹明星而悟道，而立刻是吧？六足俱通啊！大家知道是哪六个神通吗？是我们说的睹明星而悟道，在菩提树下是吧？的获得佛国，大概是他35岁左右，好像是哈，好像是天耳通，是不是？天眼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圆觉通，六通具足，是吧？觉醒圆满，大彻大悟。所以一般好多今天的寺庙是不是要给大家施粥，是吧？腊八粥。OK，好，我们把这棵树像一个什么？这棵树太可爱了啊，笨笨的样子。来，我们再把它右侧，记住边缘不要画的一样高，也不要画的一样矮，虽然要参差错落开一些。好嘞，这个大家伙儿是吧？以后你多了解了解我们的中国画，你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画啊，它深受这种我们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的影响，有很多的佛理禅趣的这种绘画的表达的方式。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讲到过禅宗是吧？讲到过，比如说我们绘画里边的南北宗，它都是根据佛家的一些。是吧？一些比拟或者是一些典故啊，来进行的一些分类，包括我们说中国画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虚空留白、寂白淡黑啊，和佛家的这种无相学说它是暗合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绘画的一脉当中啊，就有一脉就是画僧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咱们的绘画的里边是吧？就比如说有张僧繇啊，是吧？陆探微之类的，他们呢喜欢画佛像，是吧？在寺庙里边画这种佛教经变的这种图像，是吧？在历代，比如说大家都清楚，在我们的5代时期是吧？大家都听说过的，我们有记载以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画僧是吧？有谁？所以有我们的巨然啊，后来到了比如说南宋时期，我们比如说有木犀，对不对？法常和尚是吧？法常和尚画的这个潇湘八景，应该来说是吧？旷世的经典。好，然后我们大致往它上方来一些。后方画的这棵树，我们可以淡一点点啊，可以淡一点点。
朱耷是和尚吗？当然是啊，你看来你就问到了，那肯定是这个朱耷是吧？我们说的在清朝初期呢，它有我们说所谓的四僧是吧？四位著名的化僧，一个是朱耷，对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八大山人，这就是他的原名，就叫朱耷。他是明朝皇室之后是吧？深受这种家国仇恨，所以他的绘画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很多是吧？专业的老师呢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他的画作有超强的感染力。什么叫大写意？你去看看他的作品。好，后面这棵树是吧？我们也给它加上这种扇形的这种松针是吧？不用画特别长啊，可以把这个松针呢画的短促，胖乎乎的、笨笨的感觉，胖乎乎、笨笨的感觉。朱元璋的亲戚吗？是朱元璋后人的后人的后人的后人。朱元璋他不在是吧？他曾经就是和尚啊，他曾经就是和尚。后面的书感觉不对，那就再加一点嘛。你要感觉比如说姿态不够形象，是吧？我们就补充，或者再给它破一破都可以的，都可以的，是吧？除了朱耷，除了八大山人以外，还有谁？小伙伴们还记得吗？这不以前在课上给大家讲美术史是吧？讲到的这些都必然会提到的这些人。一直只用这支笔吗？松针我就换了的呀。画松针的时候不是换了小青花的吗？我给大家提到了的，是吧？还有红人、石涛，还有昆蚕，是吧？昆蚕那两个字呢，你不会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有谁，但是呢，那两个字呢不好打，他那个字确实不好写。好，我们大概就画了这么两棵啊，笨笨的两棵树。哎呀，笨笨的两棵树。推远。好，我们推远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整体啊。是的，昆蚕，许巍不是和尚啊。好嘞，这块大家画出来了没有？这是最前方啊，最前方这一块的细节。如果这块跟着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1啊，来敲个数字1。都还给老师了，对吧？是的，我们同学们的品质啊，这个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高的啊。我们说这个不拿老师的一针一线是吧？全都还给我了，全都还给我了。虽然我收到的都是一些把大家的针线头都全都收到了啊。今天的画上色吗？那肯定上色的，必然上色。好，跟上了对吧？我知道很多是眼睛跟上，好，眼睛跟上也是一种跟上啊。好，然后继续，我们用比较淡一点的墨色啊，用淡一点的墨色。好，今天大家伙儿可以煮点腊八粥喝，腊八粥到底怎么弄啊？是吧？百度一下。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右侧，我们右侧的这个找到中心点，对吧？找到整个画面的上方的右上角，我们的一半是吧？就是上方整个画面上方的一半嘛，要在右侧去找。那这个为什么找这个点？大概其实也就是我们右上角这个山峰最高，差不多最高的点，但后面它还可能会交叠几层，这个也都好说，都好说。是吧？八宝粥就是什么啊？有哪八宝？
好，来我们推进一点啊。好，确定了最高的点了，对吧？确定了之后，然后我们需要用的墨色，小好，小伙伴们，我们用到的墨色要淡一点点哈，别先在这个基础之上往下大约2到3个手指吧，在整个画面右侧的中间的位置，差不多中间的位置，我们来画最前方的第一个轮廓啊，墨色偏淡一点点，好，线条也可以相对的清晰一些，相对的清晰一点。这2节课画好吗？都说了12点之前咱们把它画完啊，不耽误大家喝腊八粥，不耽误大家喝腊八粥的。好，在前后交对的地方是吧？你也可以用这种不经意的或者不那么清晰的皴擦的笔触，擦的笔触，是吧？有的呢是为了区分区分前后或者区分左右；有的呢我们要擦的呢统筹一下，是不是？统筹一点，就让它模糊一点，对比不要那么的强是哪种卡纸？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就只有一种卡纸啊，就只有一种卡纸的，可以看到吗？咱们的第7号链接就是，然后我用的是65×45的大小，然后来裁剪的。好，这是我们右侧我稍微的勾了一点点的颜色轮廓哈。好，再往右侧的边角走。好，我越往边角走啊，勾勒的线条啊越虚，是吧？越虚。好，再往左边儿。再往左边是吧？刚刚不是确定了这个最高的点吗？然后在左边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加一根结构线下来，就分几层，是吧？多加几层。然后往上方走的时候，我们给它画一点儿倾斜的这种山峰的造型。顶部这一块啊，你看整个远处的山峰，是吧？我们在勾勒啊、塑造也好，用的墨色都比前方要淡很多了哈。好，要淡很多。腊八腊八，痛掉下巴。过完腊八就是年，马上就要过年了。各位小伙伴，明天就是咱们2022最后的一天了，最后的一天了。今天又是咱们的这个腊八节，多好多好，天天就是节日，又是美好的周末。陪大家画画，陪大家聊天，陪大家摸鱼，摸到星期天儿，是不是？好嘞。你说上班的时候摸点鱼，那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儿？这是吧？搬砖的人的幸福。搬砖人的幸福是什么？那就是要摸摸鱼嘛。好，我们直接带大家摸鱼摸到2023年去。那得偷偷的，天哪！你摸鱼你还在光明正大的，在想什么呢？啊！好，咱们再从左边来啊，再从左边来。左边是吧？我们还要去适当的去勾勒和皴擦，对吧？有一些笔触也是若隐若现，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清晰。你太不把老板放在眼里了，还想光明正大的是吧？
这张画感觉线条是次要，画比较主要啊，面比较主要。其实是把线条融于这种块面当中，融于块面当中啊。好，其实没有，它只是不把这个线条凸显出来而已。好，然后我们再从左侧走。老师的小点声，你戴上耳机不就好了吗？好，我们从上往下啊，稍微的是用淡墨把这个边角，这就擦出来了。好，你注意一下水分，好，不要一下子来这么一块儿，我怕你控制不住，是不是？好，左边我们就要留出这个叫瀑布，是吧？我们的水流的面积了。越过了，刚好越过了竖折中心点，越过了竖折中心点，好像在哪里听过。好，看来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好嘞，用淡墨啊，用淡墨哈，我们把看到这个松树下方的位置，我们要把这个瀑布水流的造型流畅的给它体现出来。好，在咱们的这种交叠或者说线条不那么明显的地方，是吧？我们用这种擦柔的笔触给它协调起来。今天画这个画是不是没那么累了？说因为这个造型，一个是画小，再一个呢，这个造型呢，它没有要求的像之前那个那么高，对吧？啊，不同的画类，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肯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一般直播什么时间？上午9点半，每周二呢休息是吧？其他时间对，其他时间点我们都播一般。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把左边的这个造型呢也给它带出来了哈。顶部实，底部虚，怎么去理解？啊，第一次来跟播的小伙伴来看哈，顶部它要求是比较塑造的比较浓重一点，对比要重一些，是吧？下方啊，它是留白或者虚下去的，因为底部虚下去，它才能更好的和前方的这些岩石拉开关系，对不对？一会儿我们直接用淡墨去擦就可以了，擦就可以了。好，这个大家理解了哈。对，流出来的也是云雾的位置。4池3裁啊，还要裁掉6厘米左右，6、7厘米。好，这块跟上的敲个数字2。然后上方还有一些我们没画完啊，也不用着急，这全都画完了，一会儿我们说什么？才1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在这个横着的中心线大概找到啊，把这个画面横着的中心线找到，自己大概去观察一下，说大约在哪儿，是不是？好，找到这个中心点，找到这个大致的中心点，然后我们再画这个水口，是吧？就这个从上往是吧，蜿蜒曲折，从上往下垂落转折这个位置，就我们称之为水口嘛。啊，画的瀑布咱们已经画的比较多了哈。那么这个水口呢，就大致在这个横着的中心线，是吧？靠下一点点的位置上，靠下一点点，1到2指的位置上。好，我们先把左侧的这块儿，它是有个三角的一个斜坡，是不是？三角的一个斜坡，在横着中心线以上1指左右，我们把这个斜坡是吧，给它带出来。再给它带出来。
左侧这块石头呢，可以墨色相对的重一些。眼睛跟上的来敲6来了啊。好，然后我们在它前方，在它前方，对吧？我们呢给它勾勒皴擦出来，哎，一撮撮的石头。好，到这个横着中心线以下是吧？它是右上左下的这个倾斜体现出的这个水流的感觉。好，我们呢要把这个水呀，是吧？大体的一个形态，是吧？给它带出来。这个岩石的边缘，它就是衬托咱这个水流的造型的啊，水流的造型的。第一次来看老师是吧？欢迎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之后，以后我们的直播呢，应该都能收到自动的提醒，也可以什么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呢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在群内可以获取高清大力图和工具清单，好吗？好，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的水口啊，画出来了吗？水口，你看我们在这个边缘的地方是吧，相对的就会重一些，并不是一条完全特别浓重的一根直线是吧？因为面积比较大，咱就把这什么，把两头或中间3个点或者3个线段给它加重了就可以了。不要拖堂是吧？嘿嘿，好，我们谢谢小伙伴的提醒。啊，咱们尽量不拖啊，尽量不拖。今天我觉得有把握啊，咱们有把握不拖堂。上方是一种 Z 字形是吧，蜿蜒曲折，而下方水口是吧，要注意到把顶面和侧面是吧，这是顶面是吧？这个手掌部分是侧面，这种转折关系要给它带出来。纸张。咱们用的这个卡纸在第7号链接啊，小黄车的第7号链接，我用的就是这上面的纸，我用的是45×65的，大家可以用这个尺寸，这个大一点你好裁是吧？那个画那个纸小了的你就没法裁了，你可以推荐2个尺寸哈，我就推荐2个尺寸，就45×65大小，还有就是33×65的大小，好吧？一个是4尺3彩，一个是4尺4彩。好，你看在这个水口的位置哈，这中间加这个什么间隔的石头，对，间隔的石头。好，这个线条大概画到哪儿？画到整个画面底部是吧？从横着中心线往整个纸张底部，大约至少1半多啊，1半多。咱们顶部实，下边虚哈。你看画的这颗石头，下面为什么虚？因为要接这个云雾嘛，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水口啊稍微给它刻画一点，我们就不全等到最后了，是吧？等到最后。要是着急一点，咱们就画潦草了。好，然后再从上往下来，啊，勾勒一点水纹。间隔一点水纹是吧？让咱们这个瀑布的感觉呢更形象、更具体。老师不做饭，好，再从上往下，好，再从上往下，对吧？这个水流啊，尽量画的流畅一点哈。
尽量流畅一点。你要不够流畅，这个画儿它的水流的这种水的这种质感或者这种流动的汹涌的感觉呢出不来。中间比如说我们再给它间隔一些线条，是吧？也是它的水纹。方向要整体都一致哈，而且它要相对流畅。如果你现在觉得我没那么手没那么稳，是吧？不一定那么准确，那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自己先练一练，再来。OK，这块儿大家画全没有？画这些水流的时候，是吧？线条我们可以精致一点点，稍微精致一点。当然都是顶部实，下边儿虚点儿。在这个转折的位置上，可以稍微的重一点儿，然后中间。好嘞，好，它是中间稍微的间隔一些比较墨色比较重的这种墨块儿，来刻画咱们水流中间的一些细节，是吧？好，现在可能效果还没有完全出来，因为咱们这个还没有给它晕染的特别平整嘛。好，耐心点啊、哦。好，然后这一侧再来。需要单独的练线条，这个可以单独的练一练。但这个就是你熟练，就是适当的练习一下，你熟练了是吧？画这个线条，这个线条没有特别，它其实没有特别的用别的方法，你就把这个根据这个水口的这个造型去勾勒它的方向，然后有一定的浓淡，然后一定的长短，是吧？好，这个瀑布呢，我们也会放到基础技法教程里边给大家讲的，因为纯粹的这样去勾线呢，是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难度，是吧？好，然后再从这一侧，基础技法教程就是赠送给大家的。好嘞，
然后在这个水流中间，好，我们把瀑布是吧？这个比如说边角这块石头，边缘，给它擦染的更加的平整，更加的平整。好，水流的感觉呢，它大致呢就有了。好，在这个水口右侧边缘是吧？转折的位置，我们也需要稍微的强调一下，稍微的强调一下。这个大概的水的感觉呢，就有那么一丢丢了，有那么一丢丢了。然后我们再往后方去刻画，它这个水流是蜿蜒曲折的，对吧？是吧？仿佛听到了声音，它是一种非常涌动，是吧？而且急促的这么一种水流的感觉。好，这上方的我们要往上方走啊，上方这个水口这块有一个小的造型，小的造型，从左往右。把这种峰峦错综交叠的这种蜿蜒的这种水流给它表现出来。它画了这么宽的水流，是吧？它肯定需要一些波折，或者说一些蜿蜒的感觉，这才能体现出水流的这种含蓄。好，底部你不需要这么去刻画，你稍微平整一点。这个时候需要你平整的去衬托咱们的这种水流的洁白它的一种洁白的感觉。辅助线、十字线不太清楚，红色的还不清楚吗？下次我们弄一个更粗一点的，好，可以放大一点看。好嘞，边角是吧？我们在勾勒这种轮廓或者说岩石的边角的时候，它都需要波折一下。然后左侧给它交叠开，是吧？把水流两侧的石头我们都给它加重了，基本上都给它加重了，加的至少不要平整吧，加的平整一点点，才能更好的去衬托水流。好，比如说你可能有一点留白，你用点淡墨，是吧？用一点淡墨给它压下去就行。当然后方不要比前方重，你看后方不要比前方重。然后我们来画画上面的树，画这个树的时候，我们需要可能把右侧这个山呢先那个完整出来。大家伙坚持啊，咱们到11点给大家发福袋，11点给大家发福袋哈。好，然后我们呢再来这个山顶的上方，在这个山顶这一侧边角嘛，高矮错落的来一些线条，是吧？这就是咱的这个
本来我以前画画不用依赖这个线条，画多了，现在我就得按照给大家说的这种方式来画了，是吧？像我们以前是吧，拿到画就自己直接画，直接画，直接画。现在给大家说多了，现在我都习惯用这个十字线了。以前我们画画都自己眼睛看，是吧？但是对于很多初学的小伙伴呢，是要有这个线呢，会更方便一点，更方便一点。好，我们把右侧的这个大概的山峰啊，都给它塑造完了之后，再来把河滩和云雾以及远山塑造出来。好，然后我们呢，再从它的后方，然后对不对？我们给它适当的去交叠一层。交叠完之后，对吧？它底部这一块稍微的加一点墨，给它揉搓的更加的平整一点，不能让它太过于散乱。双手使劲扒拉屏幕，可以放大，是吧？可以放大。好，这是边角的位置，你可以不想让它太过于散碎，我们就要给它点上一些笔触，尤其是左侧这一块。好，我们用淡墨用淡墨来点那个叶片了。好，大家伙看一看，我们点的这种叶片，今天点的这种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混点，对不对？大混点、小混点。好，我们还可以再淡一些，因为它这块对比呢并不强，是吧？对比并不强，是吧？心中有限。好，有的小伙伴说：“哎呀，为什么画画要给个十字线，是吧？显得太不够专业了，是吧？画画还要拿参考线比着来画。”我告诉你啊，其实在这个列宾美院大家都知道的，以前我们有这种说法，全世界有4大美院，是吧？俄罗斯的列宾美院呢，他们的造型，人家有一些基础的课程基础的入门课，就据说他们就要让你去找这个参考线，不仅仅是找一个十字线，而是你要去把这个画面分的这个横竖的这种经纬线找的越多越好，找的越多你的画你就肯定会观察的越来越准，把物体摆放到咱们的这个经纬线当中，是不是？就你的眼睛它就能产生那种坐标图一样的感觉，训练达到那种境界。好，横向的笔点，对不对？饱含水墨，左右上下可以有一定的连叠，9宫格，对，比9宫格还要多，至少是它的好几倍嘛。你这个通过那种造型出来的，那上手不就能画了，是吧？还需要就造型呢是相当的准确了。好，就在左侧的这个山峰上，是吧？好，咱们点出了这么多。好，这一侧也来。当然，这些说的都是方法，不用作为一个追求。你可以适当的去训练自己的眼睛，对吧？训练一下自己这个观察的能力。然后在咱们的左侧，高矮错落的好，这种点法是吧？我们所说的像混点
它灵活的使用，是吧？我们可以像就是所谓的米点村一样，它去塑造丰富整个画面，它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点的时候呢，水墨饱满，水墨饱满一点，你画出来的笔点，它就可以更加的饱满一些。然后水分太少，它画出来就是枯涩一片，枯涩的。好，然后再来点浓重的墨色，是吧？把咱们那个水口旁边的石块衔接的点一点。好，在这个水口里边，是吧？咱可以间隔的给它间隔一些小石块来给它丰富一下，怎么去添加细节。后方的这种水流中间，我们要给它间隔点小石头，然后一会儿呢，再给它添加水流的水纹。啊，一会儿到11点，大家提醒我啊，要是别给忘了。好，然后我们到这一侧，是吧？这是前方的山势，好，后面的这些浅滩都是在后方的，对，都在后方。左侧，当然像我们这种绘画，像我们这种山水，是吧？你只要掌握了基本的造型，不需要你说就画的像我们刚说的，对吧？一定要把那个素描的造型基础都全都体现出来，并不需要。大致的判断位置，是吧？你稍微对这个画面熟悉一点或者你这个拿毛笔多一段时间之后，像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山水的造型，是吧？你就很轻松的可以拿这个把控住，都可以很轻松把控住，因为它确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需要画，比如说造型要求最高的，那肯定就是人物了嘛，是吧？你一笔下去画的可能就不像人了，对，山水容错率要高，这不是容错率高，而是它山水更加的自由啊。来，我们来点淡墨哈，左侧画的这个树更淡，更淡。来，对不对？给它点一点。好，点出一排排。有一些小伙伴呢点的那个点呢，不敢把笔压下去，不敢把笔压下去，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点儿啊，他用一个笔尖去点啊，放开一点点哈，小伙伴们放开一点，要敢于去下笔，错了就错了，是吧？我们要去认错，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绘画而言对于我们绘画而言，记住哦，你要允许自己去犯错。只有你自己错，是吧？你可能呢才会收获不经意的一些体验，一些偶然的不一样的一种体会。不要让自己是吧？我完全按部就班，都按同一种方式去画，是吧？你这画久了，你的画就油了，或者说就板了，就没有生趣了。你如果长久的画的方式全都是一样的，那你画的肯定都会很匠气啊。错，它是不经意的，或者说是偶然的，这些都会给你带来新的一些突破新的一些突破。所以，你对于像我们这种画这种小写意而言，你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好不好？你要是把自己规范的规规矩矩的，是吧？天天就一笔一画，怎么去画？不要那样，不要那样，那样太拘束于自己本来的心性了。
好，然后我们把左边这个大概的山峰的造型给它带出来，它就少了一些新的尝试和体验。就当每一个人就是画到一定的阶段，是吧？他都会是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是吧？遇到一些瓶颈，一个是在原有的这种技法啊，或者绘画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上，是吧？得不到突破，是吧？或者没有新的尝试，那这种绘画的方式呢，它久而久之，它就会落于呆板。上午好，夏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好，出淤泥而不染，这应该是莲花。哎，荷花跟莲花的区别是什么？咱们的莲花呢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刚好我们说的这个腊八节跟佛家相关，是吧？我们经常讲佛家讲因果，讲无常，讲缘起，是吧？那在咱们的佛家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物件，是吧？那就是莲台莲花的一个形象。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它来作为佛家的一个装饰呢？问问大家伙儿，或者一个象征呢，是吧？我说佛家的一些菩萨，他往往都是坐在莲台之上。好，来一些这个弹幕的笔点哈，我们来把这种小数给它点出来。点这种小数姿态，你可以灵活一点，纯洁，出淤泥而不染。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答案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种植被也好，或者花朵也好，只有莲花，它是因果同时，是吧？有花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果了。我们以前不听过一个禅宗的一个故事吗？就是淮海禅师野狐禅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是吧？因果同生，是吧？是的，因果同时。淮海禅师好，咱们呢就先把左侧画这儿，水呢你也不要太大，你要水太大的话，它也可以这个笔触呢，它也会滋拉出去。11点了是吧？好，给大家发福袋。好，这样的好一天来跟咱们播，咱们呢也可以给大家全民福袋啊，全民福袋，我们来20个人，口令。好，一会儿抢到的小伙伴可以发个小红花出来。好吧，好嘞，好，倒计时3分钟啊，好，抢到的小伙伴点一下那个红带带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发这个弹幕，好不好？好的，接下来这个抢到的抖币都可以直接的使用的哈，都可以用的哟。来，高矮错落。好，高矮错落。好，我们来给大家说说刚刚说的野狐禅，对不对？啊，就曾经是吧？有一个寺庙里边有一位呢，禅师呢讲法，别人问他一句是吧，关于成佛之后还有没有因果？当时这个禅师说啊，没有因果，是吧？就因为他回答错了这个事儿。然后呢，让自己堕落500世的狐身。有一次呢，他又在一个寺庙，他化身为一个老叟，在寺庙里面听一位禅师呢讲法，他应该听过的，对不对？好，他也问到，讲法完了之后，他也问到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成佛之后还有没有因果？大家知道
这个禅师怎么回答他的吗？对吧？还有1分半，还有1分半钟就开讲了，无处不在。好，这个禅师回答他说是不昧因果。什么叫不昧因果？就是拾金不昧的不昧，也就是不在乎因果。好，后来呢，这位法师呢，终于得到了正解，好，就化为了人形。好，我们把这个远山这块大致就点到这里。是的，不昧因果，不在乎因果，达到这种状态。有的人总是会问，到底是因在前还是果在前？何为因，何为果？谁是因，谁是果？是吧？好，来，我们把这一侧稍微的给它点上一点点。你说说，我们都快画完了，你说我们今天需要拖堂吗？已经画完了70%-80%了。好，你不用担心，今天不会耽误到大家喝腊八粥啊。我们昨儿说了，给大家画轻松一点的作品。老师有信仰吗？我还比较喜欢这种他们的一些思想，但谈不上虔诚。好嘞，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个远处这个斜坡是吧？风貌的这个小树，这树叶是吧？你只需要用这个淡墨把它大概的一个参差茂密的这种姿态画出来就够了，你不需要去找其他的什么什么内容，对吧？这个够轻松的吧？已经喝了是吧？那我也来杯凉白开，干了这杯凉白开啊！中奖的来敲个中奖。开了福袋了，对吧？中了吗？没中。那我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好，一会儿我们看这个叫什么？快结束的时候是吧？我们还可以玩一玩。你们画的如何了？这块有跟上吗？是吧？这个聊天我们聊着去了，自己有没有跟上？因为我们今天画的简单，所以呢不用过多的去阐述当然，对于我们初学的小伙伴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呢还不太熟悉，不过都没有关系。我们给大家做成了基础的技法教程，勾、皴、擦、点染的绘画步骤，以及我们说的各种皴法、术法、云水瀑布、亭台楼阁、点景人物，是吧？还有一些小桥流水、船只等等。我们呢作为基础技法教程呢，赠送给大家购买咱们回放课程的小伙伴，你可以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去学习和了解我们的山水。当然，我们平常你看看，我们还带大家画上百张的案例，既有技法的这个指导呢，又有实践的这种案例的一个锤炼，所以大家学习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技法教程课里边，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较符合针对的这种技法的练习的案例，都作为课程的资料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的资料区里边，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来临摹和学习。包括我们给大家讲解技法的课图稿，都放到了咱们的资料区。好，高矮错落的点上一些抬点，在我们这个转折的位置上，不用特别的跳跃，但是兼顾一定的对比关系，随着老师的故事走了，对吧？没事，收获着咱们美美的故事，可能比抢到一个福袋是吧更管用。一个福袋10个斗币。好，横向的笔触你也可以稍微的是吧重一点的
微微的来一点，是微微的来一些。梅儿同学说：“尘缘易了是吧？恩情难还，施主还欠人间一段深情。”菩提萨埵是吧？菩萨，这就是绝友情，菩萨绝友情，还是要有一些情分。好，然后我们呢再来这个转折的地方啊，稍微的点上一点，稍微的点上一点。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关注主播，以后直播呢都可以呀、更自动的收到相应的提醒。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的进入到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我们每次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预告给大家预告。好，这块画的差不多了吧？这块没有太多细节，我们也算是墨迹的了，算墨迹的了。来，我们来淡墨，来淡墨啊，把我们这种蜿蜒曲折。这种水流后方它是不是还有水流嘛？我们又要给它叠加出来。好，这种水流是吧？叠加出来。好，用淡墨。好，后面的其实是比较淡的，对吧？好，现在可能看起来的话还不够平整，还不够整体。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淡墨，你把底部某些局部的位置是吧染一染，也可以一会儿用颜色的方式来染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好不好？然后我们要开始画远山了哈，要开始画远山了。这棵树我们应该把它画高一丢丢，边画边调整的，加一点，加一点。镜头有点远，看不清是吧？来推进点，推进点。这个你就是要看大效果，它没有什么太多细节，也不需要一根一根的画，是吧？不需要一点点的去处理。今天画的累不累？今天画的没有昨天那么累了哈。昨天给大家搞得太累了，确实不好意思。来，我们呢再来画这个山顶了啊。这个山顶大家画到哪儿？就这个山顶，我们这个画面我得推远一点了哈，稍微推远，我们来确定位置。我们先确定这个画面大约一半的横交的中心线是吧？然后再找到它的整个上方的一半的位置，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斜坡的位置呢比较接近？这块斜坡，比我们刚这个浅滩的高大概1指左右，这就是后方的那个我们画的那个山的底部的这个轮廓或者线条。然后我们呢画这个山峰，那这个山峰画多高？大约也就是我们这个底部到现在定的这个线到纸张的顶部的一半，一半就够了。然后最宽的地方也就差不多画到，也就它这个浅滩这个位置有很淡很淡的墨色，很淡很淡的墨色。我们把这个浅滩大约在竖着中心线稍微超过1指左右，大约就在这儿就够了。然后呢，画到这儿之后，用淡墨擦一下，染色的。这张画是浅浆的着色的方式。好，我们来画这个山峰了啊。
这些山峰它的墨色都很淡的啊，记住了，它只有在点的时候，你可以看我的碟子啊，碟子都放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调和墨色的一个过程。我们用比较淡的墨色，比如说我大概勾勒一下它的这个轮廓吧，在左侧的边角，对吧？我大概勾勒这么一层，然后在它左边，直接用侧锋铺出它的这个后方的这一个块面。然后画这个山峰的时候，墨色咱们再淡一点。好，再往右侧走，我们可以勾勒出它的一点轮廓的关系。好，多一些前后的这种交叠。高远嘛，这张画可以说是深远了，是吧？你看它这，哎呦，蜿蜒曲折的这么多。好，用点淡墨，把这个山包塑造出来。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以后直播的时候都可以收到自动的提醒哦，好吗？然后底部它是要接到，或者说左侧吧，它要接到我们的这张的边缘，接到这张边缘。那么这个时候它是要用很淡的墨色，要用很淡的墨色把这个衔接到边缘去。然后在这个上方，是吧？这个浅滩横向的位置上，不经意的，你可以加一点什么高低起伏的这种，你觉得是山丘也好，是吧？像一种卵石，在右侧我们可以点上一些横向的这种笔触，类似于像这种树叶儿啊的感觉。这个画儿，它这些地方都很含混，不那么清晰。所以用淡墨用侧锋把底部给它擦一下。好，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擦出来，让它稍微的平整一点。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的山顶，大家伙儿画出来没有？然后我们来上一些小的胎点，小的胎点，从上往下。稍微的来上一些啊，当然再往左边点的时候，让它融到咱们的这个墨色里边去，融到墨色里边去。大家跟上画出来没有啊？跟上画出来没有？那瀑布我们还没画完，里边可以再加加，然后再来后方的远处的一个山峰。远处的这个山峰啊，它大约跟这个比这个山峰横过来要高一点点，高一点点，然后也在竖着中心线靠右。好，我们把最左侧的这个山头，
好，给它确定出来，然后后方。这像一个梯形的造型是吧？然后在右侧，我们再蜿蜒的稍微的勾勒一下它的轮廓就可以了。黄君培的画集，他的画集可不亲民啊，他的画集一个是少，再一个价格相当的昂贵。好，侧锋是吧？稍微的皴擦一下。好，来一点点淡墨，底部它要比较平整，是吧？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带点云雾的感觉出来。每天上午9点半啊，大家可以呢准备好相应的材料，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需要的工具清单是吧？我们每天都会在群里给大家提前预告，大家有需要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去选购。绘画，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笔墨纸砚，是吧？文房四宝，准备好这些材料，是吧？笔洗，是吧？毛毡，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了。好，是吧？后边有山峰，好，有比较浓重的墨色，然后后方我们呢再来加的就是这种淡墨的感觉了，有浓有淡，有浓有淡。好，陈少梅的画册呢是会作为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这个，带大家临摹的主要的案例，主要的这个题材。好，依然在用淡墨哈，再用淡墨的方式，非常淡，对吧？非常淡。笔尖可以稍微来点重墨，笔尖稍微来点重墨。啊，在它的后方，在它的后方高一点儿。对，这是左侧山峰。好，怎么点亮？好，1毛钱，1毛钱，好，就可以把它点亮了。好，这是山的远山部分，是不是大概画一个山的造型就够了？就是一个山峰的造型。我们的近取其志，远取其势。近处要画出它大体的这个皴擦出这种厚重啊、粗糙啊，或者说枯浊呀这种质感，对吧？那么远山，你只需要画出大体的山势，大体的山势就够了。好，然后从左往右推进点，推进点，脑袋都忘得疼了。好，然后比如说从这一侧。啊，山的这种感觉，远山隐约的感觉是不是有了？是吧？云烟浩渺的远山。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些小的细节去给它处理的更加的完善。好，
后再就底部。再来点淡墨，把这块岩石的，是吧？侧面擦染下来，不能让它看起来花溜溜的，是吧？不够整体。好，一会儿染完颜色之后，其实画面都会统一起来，因为我们用颜色统一的，对不对？好，后面的山呢没有干，不用点太多，不用点太多。好，这个边角是吧？稍微的点上一点儿。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这块点的如何？表现的如何了？如果这个远山这块大体啊都跟上画出来的小伙伴，可以敲个数字1。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下面的水流，是吧？我把这个河滩中间的一些小的细节，我们给它体现出来。好，我们画这个效果其实是比较简略的哈。用淡墨，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底部的云雾是吧开始塑造了。好，这个时候是吧，有一支狼毫或尖毫大一点的都可以，用大点儿笔了哈，就不用小笔出一点点的在那儿杵了。效果就快出来了啊，效果就快出现了。好，用淡墨，特别透的墨，把咱们的云雾是吧，虚接到它的底部，虚接到淡墨里边。后面的远山底部也用咱们淡墨给它衔接起来。记住底部它不要画的一样平整，而是是不是同样要给它错落开，这样的话才看起来自然。擦的这个淡墨要和岩石的这个边缘能够衔接的起来，这点大家记住了哈，它不是光溜溜的。好，这样的效果呀，这样的画面的大体的效果比较就开始完整起来了，是吧？我画的慢，大家伙儿也能跟得个七七八八，至少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把底部给它再衔接。因为顶面亮一点，侧面就让它这个什么虚一些，是吧？虚一些。好，有些这个岩石上方，当然我在擦的时候是用很淡的墨色去统筹、去协调画面，你不要随意的去擦哈。什么顶部的瀑布顶端一些石头没画啊，那些地方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呢。我们先只是把这个云雾的效果，因为这块我们先染了之后干了之后，我们一会儿染色才方便。没有干就染色呢，很多小伙伴的画就会出现问题，是不是？放心好了，我们不会不会少的啊，不会少的。好，然后再来侧面。
好，衔接一下这种云雾的感觉，用淡墨去衔接，是吧？把这个或者擦出云雾的这种姿态来，然后在这个云雾的边角，是吧？云雾的底部这块，我们画的这个面积底部这块，稍微的来点重墨，对不对？稍微的啊，不要把它画的特别立体。有可能小伙伴说啊，我要展现一下我画云的这种功底，啊，把这个云画的跟真的一样，那反而画不协调了啊。要在这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当然下笔要肯定，不要画的这个似是而非，是吧？这种度衔接起来，远处的嘛，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给它塑造的太过啊，不用太过。好，是不是云的感觉有那么一点了啊？有那么一点微微的有一点就够啊，微微的有一点就够。你要是画过了就不太好，画过了就不太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瀑布的细节。好，拿出我们的刚刚的小号的狼毫笔或者尖毫笔。好，因为这个瀑布呢，它有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右侧咱们这个山峰啊，它是比较笔直的，所以左右两侧呢，它不是一个完全在这个水口地方转折，是吧？所以让这个水呢看起来右边高，左边低，其实是因为左侧的山峰挡住了而已。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画当中的这个水流了，对吧？好，一般都是你看每一块转折的地方，水流每一次转折的地方中间都会有一些这个石块。是的，没有画画的小伙伴，来点点赞啊，活络筋骨啊！如果画累了啊，不太想画了，是吧？也可以来做做广播体操啊，手指广播体操啊，手指的。好嘞，好嘞，好，就点那个屏幕，点那个屏幕就可以了。好，是不是大概间隔了这些石块之后，间隔了这些石块之后，画面它就会有一些感觉有一种阶梯状了，有这种阶梯状的感觉了。好，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点点淡墨，稍微来点淡墨，比如说根据这个河流的方向，勾勒一点水纹。好，记住啊，它这个勾的是很淡的哈，勾的是很淡的。你包括这一侧从上往下画，记住你要看这个河滩两侧的这个造型，它是怎么走的，咱们就怎么去画。你要看河滩两边它是怎么处理的，不需要画的特别的多，是吧？用淡墨微微的来一点就行。好，推进点，推进点。好嘞。好，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点淡淡的淡墨，把远处的是吧，稍微的擦一下，稍微的擦一下。其实后面的这个水，咱们就不用画的特别的明显，不用画的特别的明显。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染色了哈，我们要开始染色了啊。大体的这个视觉效果我们就已经画出来了，
退圆退圆。大家跟上画出来了没有？如果跟着画出来的小伙伴来敲个数字666。如果没画完，你继续画，是吧？不要着急着色。好，我为了让这个树叶统一，是吧？把中间的小白点用另外一种淡墨给它点染下去，点染下去，让它更平整一些。啊，截个图是吧？好嘞。好，我们可以截个图啊，可以截个图。好，稍微的在这个石头上，让我们点上一些点。又点了一圈是吧？亲子日历，对，我们橱窗里边有2款，有2款的这个捧在手上的日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看，有古诗文的，对吧？也有呢你自己每天的备忘录的，你可以在屏幕上去看一下啊。来，我们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呢可以截一截啊，截到了可以在群内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群内和大家分享一下。截好了，敲666，截好了，敲666。每天上午9点半啊，截好了，敲666啊。刚刚说的那2款日历，来，我们在屏幕上方给大家展示一下哈，都截到了对吧？好，有一款呢是我们的励志的，你可以去挑选咱们的这个日历哈。在咱们的第10号链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里边呢，它有就是2023兔年的日历嘛，你可以拿出来。这个呢，可以作为你每天的这个备忘录，作为备忘录的方式，可以在上面呢去记录你每天所要干的活儿、做的事儿，是吧？放到我们的屏幕，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你的办公桌。或者小朋友的办公桌里边，每天立个 flag， 对不对？好，每天有一个励志的，这个呢是其中的一款励志日历，微笑向暖，安之若素，生活明朗，是吧？这是我们小寒时节都留出了，你可以自己去写的空间，好吧？每一页都经过精心的挑选，镂空的这种装帧的方式，也是用完一页你都可以撕下来一页，当然这个里边呢，每一个季节它有一种颜色，是吧？每个季节一种颜色，可以让它立在你的桌子上。这个有诗画日历，它有很多类型，这是其中一种，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去书写的，是吧？可以去书写的这么一个日历的方式，里边它也有古诗文的，是吧？好几种类型。好，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种。好，我们腊八时节的推荐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一日一诗，如诗如画，祝你2023，是吧？这样的每一页呢都是，它每一页都有一幅画，然后呢有一首诗，然后通过这张画，通过甲骨文的释义的方式呢，给大家解答是什么意思。这个呢是送给小朋友的亲子装的，给孩子的一日一诗当然它是裸背精装。裸背精装这种呢也是胶装的，你可以用完一张或者说过完一页，你就可以撕下一页，好，这是2款日历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小黄车里边挑选。好，咱就不多说了，开始带大家来染色。是的，你可以给宝宝呢讲故事，睡前故事，或者给他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传统的，是吧？绘画以及诗文的魅力，如诗如画。来，我们拿出干净的碟子，花青和这个赭石这2个颜色，我们先用赭石色吧，已经收到了对吧？好，作为咱们新年的一个礼物。
工具都拿出来了吗？拿出赭石色，拿出咱们的赭石色来。好，用干净的碟子啊，我们来把它调和开，一点一点的去调和，融化出来啊，一点点的去调和，融化出来。好，咱继续用淡淡的赭石，加点点水，不用去，你可以加点点淡墨吧，加点点淡墨可以让这个颜色的纯度啊更低。不至于显得太过于火气太燥，对吧？好，加点水啊，调和的更淡，因为这个画颜色本来就不重啊、如果你喜欢颜色重一点，你可以多染2遍，不要一遍给它染的特别重。中国画颜色你一遍加特别重啊，容易显得闷，好吧？好，在这种岩石的底部啊，在咱们岩石的底部的位置，可以用咱们的这种赭石色去染。这是我们做的浅浆的一种方式。好，当我们用这个颜料呢，就是玛丽的24色，是吧？它是纯矿物质颜色，胶体这个膏体呢比较细腻，而且已经是成体的这个颜料了，你可以直接挤出来就可以用，不用自己再去加胶矾之类的，是吧？去调和，挺麻烦，是吧？直接挤出来就可以慢慢使用，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的透。啊，非常透，没有明显的杂质。你不管是画这种浅浆，还是我们说画工笔，甚至于画一些这个青绿山水，都挺好。好，大致呢，我们用赭石色，走了一遍它的底部，对吧？我们来画青，来画青。好，那个有小伙伴在说那个关于某些平台，比如说到某棚，对吧？退费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最好不要相信啊、我们自己的群内已经给大家发了数次的通告，是吧？啊，避免自己呢再上当，好不好？来，我们呢用花青，其他的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敏感，对不对？好，我们用淡淡的花青色，淡淡的花青色，淡淡的花青，淡淡的花青，然后我们把这个咱们的这个上方的岩石部分，是不是给它染出来？和这个赭石色没有完全干透的地方，赭石没有干的地方，所以它们会相互的有点渗透融合。是吧？说多了又揭起了我们很多小伙伴的伤疤，不过我们都可以有自己新的开始，是吧？有自己新的生活，有自己新的这个画面的表达，至少还有很多志趣相投的小伙伴陪伴着大家呀，在我们绘画的道路上呢继续前进。好，用咱们的淡淡的花青，是吧？淡淡的花青，把这个石头给它染出来。是吧？大致染出来了，然后云雾你是不是也要带一带？云雾也要带一带，这种染色的方式是不是足够简单？好，把咱们的云雾用我们淡淡的花青色，水分不能太大哈，我拿一个干净的碟子融一下，多余的水分呢给它刮一刮，对不对？青烟缭绕嘛。用的玛丽的，就是这个春江万物的24色啊，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都有哦。好，你可以去挑选一款，这是纯矿物质的颜料，纯矿物质的颜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的过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突出的这一块
突出的这块该重一点的，我们把颜色给它稍微的加重一些。好，赭石色把右下角给它填充完整。好，不要太重哈。你看底部的边缘，其实我们是留了一丢丢白的，留一丢丢白就够了。好，然后我们来点淡淡的赭石色。老师的水洗好小，因为就不需要特别大。之前我不是有一个大的，被我家猫给蹬下来给碎了，是吧？我们就用现在这个小的了。好，在岩石的底部的位置，我们都用赭石色，是吧？带一下就可以了。用淡淡的赭石是吧？把远处的山石的底部是吧？我们都给它稍微的来上一点儿，来上一点儿。这是什么图？是这个黄君璧是吧？游南非之后啊，绘制的一张写生的图谱。好，主要是他当时把这个笔洗呢给蹬下去，还把这个整个毛毡给蹬下去之后，是吧？笔洗碎了就算了，那个就算了，这一碗你知道这一笔洗的水都倒在哪儿吗？倒在柜子里了。好，我们现在用赭石是吧？你可以选择用花青，或者用淡淡的这个石绿都可以，是吧？用很淡很淡的颜色。这张画它用的颜色都很浅淡。好，把咱们的亮部的地方是吧？我用浅淡的花青，或者你用浅淡的这种石绿的颜色。当你用的颜色如果它看起来纯度太高啊，都不太合适，可以用赭石色给它微微的调和一下，有没有揍它？这是关键是吧？那必须得来两下的。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下面的云雾是吧，也用这个淡淡的花青稍微的衔接一下，衔接。对，一般都踢他屁股。好嘞，好，下方稍微的淡淡的给它擦一下。好，这个画面大体的效果是不是就出现了？今天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大家吃饭？画起来也没有那么累了哈，是吧？我也理解大家的感受。想啊，画3个小时，那肯定挺累的。我们可以灵活一点，根据大家的口味，根据大家的这个体验，我们调整。好，一会儿会给大家截图的，画完之后会给大家截图。我们这不是每天的流程。好，把这个山顶远山部分和我们的赭石色是吧，稍微的衔接。
是吧？上完色之后，画面呢，它会效果更加的统一一点。还得等它干一干，干一干之后效果会更加的协调，就是因为湿了之后是吧，对比都会特别的强，是吧？只有干了之后呢，它才能更加的协调，更加的统一。好，当然，如果你在跟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完全的跟上，是吧？或者平常上班比较忙，来不及跟咱们的播，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回放课程当中来学习。欢迎大家加入到回放的课程当中来学习。回放呢，我们是永久的观看的权限，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就像这样的直播，是吧？这个就已经带你体验过了，是吧？你需要反复的，或者说需要我们去重复和巩固的地方，你就可以去选择，是吧？系统的去了解。我们还赠送大家系统的基础技法教程。还有古画的历代名家临摹，不仅仅是画当代的这种，是吧？偏视觉的，我们也会画一些偏传统、笔墨更加高古、标称百代的经典之作。刚刚有小伙伴说，跟着我的回放，已经画过3遍《西山行旅》了，这是一个勇士啊！这是一个勇士，《西山行旅》能够自主的去画这个，3遍。是吧？在座的各位有几个？啊，我们和以前的这个是吧老朋友啊，有的你可以敲个3啊，我们看一看啊，画了几遍你就敲个几，好吗？还不少呢，还不少。好，我们通过这个中国画的这种传统的学习的方式啊，传统的这种绘画的方式，让我们的小伙伴来锤炼基础的笔墨的表达的形式，对不对？也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画传统的这种经典的出处，对不对？好，当然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基础的像这种案例呢，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其实看似呢确实有复杂的地方，即便我说简单，对于初学都会有它繁琐的位置，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局部的跟直播的时候呢，你可以局部的练一练，然后你跟着回放的时候呢，你再完整的画，好吗？我们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子的，他直播的时候一般都是跟着我们局部的练一练，甚至于只是看，是吧？回放的时候自己想看哪儿就看哪儿，是吧？哪里不会点哪里，可以让我们的学习更加的便捷，好不好？